哎，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晴的玩具分享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由海之宝和沃尔沃联名出品的沃尔沃版本的擎天柱啊。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荷包。荷包这面的话呢，就是柱子哥的一个车型形态，包括它的荷包顶部的话呢，依旧也是它的车型形态。不过呢，这一回呢，是在它的车型形态旁边的话是加入了一些线稿的展示啊。可以看到，包括整体的车身，前端是实物，后端就是这种线稿的一个风格。然后甚至包括这一回变形金刚的这个字啊，都是这种设计图纸上面这种铅笔字涂出来的这种质感啊。还是保镖，然后这是沃尔沃，然后这边就是这个应该 VNR 应该是这个车的型号，因为对车辆具体我也不是太了解，这个有懂的朋友可以跟我科普一下啊。那么上面这块就印了一个 VNR 擎天柱啊，然后下面是沃尔沃这个联名款，然后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线稿这上面呢印的是大哥正面人物的一个设计形象，包括半个头雕还有胸口啊，这一块呢有胸口、车轮还有它这个沃尔沃前车的标志。顶部的话呢，虽说中间车是一样，但是侧面你可以看到更多这个线稿图的一些设计位置。你看，比如说头雕啊、脚板呐、甚至呢还有它这个手掌啊，还有这块就是它车轮的一个样式。那么接下来再来看一下侧面，侧面的话呢，你就能看到，你看柱子哥侧面头部的一个设计稿，车轮还有整体车前脸的整体的这么一个设计的一个样式，大家也是可以看出来的啊，也是线稿这种质感，这个我真的很喜欢的啊。然后翻到后面的话呢，就是我们柱子哥的人形形态，然后包括给你讲解，它的这个领导模块呢是能从胸口里面取出来的，然后这边就是它的一个载具和它的车厢搭载啊。那么整体的渲染图的质感呢，确实是非常的不错的，尤其包括这个车厢，它整体是这种深，就是说有点偏深的这个灰色，然后加这种更深的灰色啊，然后黑色这三色搭出来，这个渲染图效果非常的好啊，但实物就确实差点意思啊。然后这边呢，告诉你柱子哥总共有37部的一个变形。看到这边的话呢，就是柱子哥非常大的一个头雕的一个线稿啊，看的也是非常舒服的。整体荷包的话呢，我们也就简单的看到这儿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玩具产品本身。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玩具产品本身。首先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柱子哥的本体啊。那么柱子哥本体的话呢，首先武器的话，这一块就是它这一把非常标志性的大枪，但是这把大枪呢也并不是专门给这个模具做的啊。那么但凡玩过地出擎天柱那一款的朋友啊，那么大家都知道这把枪是人家地出擎天柱的枪，他直接又拿过来啊，换了个颜色，这回是全黑。那么当时地出呢，这个侧面握把这个位置，这个把的位置啊是灰色的啊，他这回直接给整了个塑料原色全黑，直接搬过来就给这一款擎天柱来使用了，包括它的车厢啊，甚至它的车厢这一块，全车车厢除了这个因为新模具这个挂钩，这个老挂钩用不了的问题啊，它新增加了这么一个挂钩的这么一个装置以外，整个车厢用的人也是人家这个地出擎天柱的车厢啊，只不过就是把后面的这个壳子还有底部这个车轮这些位置啊，甚至里面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维修机器人给换成黑色了，除此以外一模一样啊，就直接没动。然后枪的话呢，在正常你不握持在人身上的话呢，按照说明书的话，就是它后车两个车轮中间这个地方有个凹槽，你直接把它的握柄插在这儿，那么它一个大枪的收纳就算是完事了。至于剩下的位置的话呢，你看着自己插就 OK 了啊。内部的话呢，你包括打开，你看这里面也有4个孔洞，但是我在整体把玩下来，我发现啊，就是靠边上的这2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这边这2个位置呢，插枪是比较费劲，不论你是用侧面插还是用它那个握把插都比较费劲，因为它太靠边了，你插上有的时候要么就顶住了，要么就是最后密合合扣的时候，后面这个盖子盖不上，有这个问题。基本上你能用到的吧啊，最多的就是内部就是这2个。这块的话呢，因为有时候靠顶你还反倒也不是太好插，所以说全车厢在你不用人物握持武器的这个状态下，能插的口呢，也就最多是5个左右啊，差不多了。那么武器的话呢，在未搭载情况下，这个安插呢，就跟大家简单的过一下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依旧是来看本体。本体的话呢，枪首先就是刚才跟大家看到的啊，就是先握在手上这么一个状态啊，握在手上这么一个状态。其次的话呢，它这个柱子哥上半身的话呢，肩膀这个地方有2个洞，然后呢，胳膊的下端大家还可以来看看，这儿还有2个洞。那么我们也可以选择把武器啊拔起来，第一个直接给它怼到肩膀上，那么柱子哥的肩炮模式，也就算是完成了。这样子，不过这个就是握把太长，显得这个肩炮不那么贴身啊。还有就是插在它这个下面，
把它的握把插进去，然后把炮放过来，哎，手上避炮的这种感觉也是不错。或者你还可以选择直接从手部这块给它握进去，也是可以的，这个就看你个人喜欢的那种握法了啊。OK， 那么武器的话呢，整个手部的握持，包括这个上半身的握持就说完了。那么如果你想就是说我不用枪，我收起来的方法呢也有啊。那么它后面这个地方是挂车的那个挂片的位置啊，中间是有个凹槽的，你可以把枪收起来之后呢，用它握把的位置直接给它插进去。哎，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人性形态下搭载收枪这么一个状态呢也就完成了。不过个人感觉不好看，因为它这个收进去之后很突兀，整个后背看到没？就直接多出来这么一块啊，所以说一般的话，我在人形形态下不握枪的时候呢，就是直接拆起来放到车厢里面就 OK 了啊。那么说完这些，我们把枪先放到一边，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柱子哥的一个人形态下的可动啊。可动这一块呢，首先抬头、低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左右的偏头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然后360呢更不用说，哎，这个再加上它变形的时候本身就需要头部你得转过去，所以说正常可动都是可以的。肩膀这一块呢并不能进行360，最主要是啥呢？它肩膀下端这个地方有点过长了，你在往后翻的时候，看到没？它下面这个肩部的位置会跟后面的轮子看到没？这个地方就顶住了，所以说呢，它胳膊这个地方的旋转幅度的话啊，基本上就是一个200多度左右吧啊，你正常把玩啥的幅度是绝对够的啊。但你说我非得要让它大风车旋转的时候，那你就看到没？你只能说是让它这个零件过去之后，把它这个后面背包完全顶开，只能是这样子的情况下才能顺畅360度啊。然后胳膊侧平举90度没问题，手指的旋转360度，手指的弯折90度。拳头呢可以进行360度的旋转也没问题，腰部的话呢进行360度旋转也没有任何问题，腿部前踢完美，后踢也完美，侧踢哎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大腿根部的旋转360度旋转没有任何的问题，膝关节的弯折标准90度，脚底板的话呢哎往后翻折可以，往前翻折最多就到这儿，只是保证个平角，它的脚不能再往上翻。然后呢，左右接地也是有的，而且是个骨折式的接地，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一点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整体柱子哥的一个人形形态下的一个可动呢，我们也就简单说到这儿了。最后的话呢，我们再来简单看它这个领导模块，胸口呢是从上端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有个小缝，看到没？手指甲伸进去一抠就可以打开，而且这个领导模块呢也是可以取下来的啊，大家看到了吗？就是这样子的啊，然后但是它的后面的话呢，就是建议大家不要看了，后面因为是一块透明件，它没涂，所以说就看的比较尴尬啊，建议大家就看看正面就行了，然后把它放进去，扣上，那么整体柱子哥的一个介绍呢，我们也就简单说到这儿了啊。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柱子哥的一个变形过程啊。变形过程呢，首先的话呢，我们先从它的这个后背和胸部这一块开始，以及手部啊。那么手部这一块的话呢，先来吧啊。那么第一步呢，我们就是需要把他的手抓住之后，手抓住，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零件是红色，这个零件就是外围手臂外侧啊，然后呢，灰色呢是连接的手掌的位置，所以说一只手推入红色的零件，另一只手，哎，我们抓住拳头把它往下拉，看到没？它这个舱室就打开了，然后呢，我们把拳头给它收进去，然后这时候再把这个舱室给它盖上，那么一只手就变完了。另一只手的话呢，也是同理啊，你稍微顶一点这个红色零件，或者它这个红色零件上面这个灰色小零件也行。然后呢，你这只手握住它的手，然后呢，把它上下看一压，它这个舱就打开了，拳头收进去，然后呢，手掌盖住，拳头就算是变形完毕了。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要做什么呢？下一步把它的小腹肌这个位置，哎，这块是需要左右两边给它打开的。打开之后呢，胸口这个位置给它松脱开，可以看到内侧这儿有2个凹槽，对应呢它肩胛上面这个位置，这儿和这儿有2个黑色的小凸起，大家应该能看到吧？解锁开之后先放着，然后下一步的话呢，就是把它的头部进行一个180度的旋转，然后脸冲后就 OK 了。这时候把它后面背包凸起和凹槽的卡扣点我们给它松脱开。那么凸起和凹槽在哪儿？大家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黑色的凸，那么这边呢还有一个黑色的凸，看到没？这一个2个黑色的凸对应它后背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的凹槽卡扣松脱开之后呢，下一个位置还有一个卡扣在哪儿？在腰部，它腰部是一个插栓式的一个卡扣啊，我们只需要抓住下端这2个轮子往外一拔，看到没？这个插栓卡扣就打开了。那么它插的是哪儿呢？可以看到腰部这边和这边有2个灰色的凹槽，那么对应呢就是这儿，可以看到吗？
这块这个黑色的两个黑色的凸起，它是卡在这儿的啊。全部解锁之后呢，下一步把它这个背包整个往后翻，看到没？慢慢翻，它这个后面这个背包也就打直了。打直的同时腾出空间，这块这个盖板，原本这个盖板呢，看到没？是这么扣着的。你在往下翻这个轮子的时候，同时带着点这个板子，把这个板子打开，腾出空间干嘛呢？板子打开之后，就是让它的脑袋收纳在这个内侧的，看到没？你翻进去，哎，它脑袋就收进去了。收进去之后呢，下一步我们干啥呢？把这个板子往回盖，柱子哥的头就完全收纳进去了。然后这时候呢，再把后面的轮子给它整个往下放，看。然后原本收纳在这个轮子下端的这个挡泥板，可以看到吗？就这个挡泥板啊，我们从下面轻轻一翻，看到没？整个它就翻出来了。它的话呢，就是收纳在这个两个后轮和中间这个位置，看它是直接收在这儿的。然后我们用的时候直接给它翻出来就行了。然后柱子哥的脑袋就直接收纳在底部了。整个的话呢，还算是收纳的可以啊。那么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要干啥呢？下一步就是把柱子哥中间裆部这个零件呢，我们需要给它打开，然后往下放。放完之后呢，它腰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这有一个转轴，这有一个转轴。我们先借助下面的转轴，把整个车厢的位置整个给它抬平。抬平以后呢，腿部这个位置再给它往下放平，哎，让整个前后都保持一致，平行就 OK。那么另一侧的话呢，我们也是同理啊，另一侧我们也是同理，把这个腿部，哎，看一下这个板翻平了，把腿也打平，然后把裆部这个零件呢往下放，放到底就 OK 啊。放起来之后呢，把这个面板我们就可以稍微抬起来一点，抬起来之后，下一步我们就是来处理它这个两个手部零件。手部零件的话呢，我们翻到它的底端来看啊，这一块的话呢，直接把它的手，哎，向后进行一个翻折，两边都是一样。那么原本手臂的正面的位置，完全翻到车底部，看到没？你从上面看不着了啊，翻到底部就 OK。然后这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有个转轴，掰住胳膊，把它整体往下放，翻过来，然后手臂给它往下放下来。那么上面这一块的位置，注意啊，就是两个胳膊的正面下端这个位置，确保这个黄色的零件冲下就行，而且旁边灰色的这个小凸点一会儿是一定是要冲外侧的啊，因为这块呢一会儿是跟车头上面有个零件是要做一个结合的。这边呢也是同理，胳膊翻正之后，哎，把肩膀这块这个卡扣给它松脱开，把它往下反转，然后呢黄色的面，哎，和胳膊正面这面全部冲到车底的下方，哎，冲到车底下方，然后把它变过来，推到底，看一眼灰色的小点冲外，那就 OK 了。这样子的话呢，其实车身的整个后半部分基本上就完了。然后原本卡人物胸口的这两个板子，大家可以看到吗？这儿和这儿，把它反向翻过来，看到没？哎，就又形成了后轮前方后轮的这个挡泥板，哎，然后后方后轮的挡泥板呢，就从下面这么翻出来了。这个变形真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巧妙，这个设计啊。OK， 然后呢，原本人物的胸口这个位置呢，我们这时候可以翻起来，大家可以从侧面就可以基本上能看出来啊，这个就是车头后部的那个位置。然后下面的话呢，我们就来处理腿部。腿部这块的处理也很简单，首先脚底板的位置，先把脚后跟收进去，再把脚尖折过来。然后呢，它这个地方是怎么设计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这个蓝色的面板，它这块有一个蓝色的小凸点，大家可以看到吗？这个位置，当我们从车变成人的时候呢，这个前车脸中间这个凹槽的位置，你翻过来之后，看到没？它刚好卡在这儿，起到一个固定这个零件的作用。然后当我们需要变成车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这个零件，红色这个零件前车进气上啊，我们先抓住它，往后轻轻一推，然后往上一提，看到没？推，往后推，然后往起来提，这个零件就打开了。打开之后呢，下一步把这个蓝色的面板也给它抠开，然后在这个块呢，大家可以看到这块有一个凸起，那么对应呢，在蓝色面板它内侧这个地方里面还有一个结合位点啊，然后两段锁定这一个面板，然后这时候把这个下端的面板呢，我们再给它往后拉伸一下，这里面是有个双动关节，拉伸之后把这个面板整体给它往外翻。脚底板我们不是都收完了吗？然后把脚底板整个往前推，然后呢给它收纳进去。这时候我们再把一条腿整个给它翻过来，看到没？借助膝盖这块的关节，哎，反向的给它往内进行一个翻折，然后这时候原本裆部的位置就会刚好契合车身内侧留出来的这个空洞，把它往下一放，看到没？
完美契合。然后这时候下一步就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把它原本下面这个蓝色的片儿给它折进去。车头的位置呢，借助内侧的转轴，我们从下面来看啊，借助这个转轴往内旋转，看到没？转过来，转过来之后呢，再借助这个转轴把前车脸的位置给它整个翻上去，看一侧的车头是不是就出来了？然后呢，另一侧的车头呢，我们也是如法炮制啊，也是如法炮制。首先把膝盖弯一下，然后膝盖前面这个挡板往后推一下，然后给它往旁边打开，然后再把这个面板和它下面这块这个蓝色面板的卡扣我们给它解锁，然后给它抠开，往旁边翻开，然后这时候抓住这个面板双动关节，哎，给它往后抽，抽完之后呢，再借助侧面这个转轴把这个面板我们整个给它翻出来。脚部脚后跟先收，一定先收脚后跟，再收脚尖，然后整个脚部向前推动，完全收进去。然后这时候呢，再借助它内侧这块这个转轴，然后呢，把车头整个向内进行一个翻折。折完之后，看到没？侧面留出来这个位置会刚好契合这个车头的裆部。先翻下来，然后这一块呢，我们先把这个面板我们要给它翻过来，然后这时候车头往内靠。借助下面的转轴，把前膝盖板的这个位置翻过来，给它往上推，看到没？车头的整个前进气扇就出来了吧？这时候车头的两端就可以做一个密合了。然后刚才记得我跟大家说的胳膊侧面这个小凸起是吧？这个零件看到没？就是下面这个零件，我们从侧面翻下来的这个零件下端，这有一个凹槽，这有一个凸起，看，给它一对，这就卡住了。另一侧呢也是同理。看到没？这个零件这块的凹槽等于胳膊的凸起，它不仅锁定住了它车头下面这块这个零件啊，同时呢也把胳膊就锁定住了。你看锁完之后，它的胳膊就不来回乱晃了。那么下一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侧面这是油箱的位置啊，整个向后进行一个翻折。这边呢也是同理，把油箱整个向后进行一个翻折。那么人物的胸口这时候就变成什么了？这时候就变成车头后面挡板的这个位置了啊。把它再往上一推，咔，给它卡住，完了呢，再把侧面的这个烟囱，哎，给它顺势旋转过来，最后呢，再简单的进行一些密合，然后调整一下这些关节的卡位。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一款非常完美的载具形态，哎，我们的沃尔沃联名款大哥的车型就这样子大功告成了。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载具形态啊。首先的话呢，我们就先来单纯的看一下它这个车头啊。这个车头真的是非常的棒，你看整个后车尾非常的干净啊，真的是跟真车是一模一样啊。你看翻到这一边，整体的一个样式，大家可以看一下，前面还有个沃尔沃的标，前面还有个沃尔沃的标啊。整体的车身真的太棒了，轮毂也是上银漆的。然后车头灯这个地方它还是个透明件，这不是说是一个黑色零件，是一个透明件啊。然后呢，这个前面的这个应该是小后视镜，就是近车镜啊。旁边站人啥的话，这个镜子能看到。然后呢，这个呢就是标准的大车的一个后视镜啊，一个单独的烟囱在这里。其实最让我爽的地方啥，就是这个非常平整的后面这个挂车的位置啊，太爽了，看着太舒服了啊。然后呢，在车型形态的话呢，它这个大枪的话啊，你直接可以选择就是安插在它这个挂钩的位置啊，就是这样的。哎，单一个车头就是这么个状态。如果你是挂车厢的话呢，还是建议你就是按照它官方的这个说法啊，你可以收在它这个下端，哎，就是这样的，给它放这儿就 OK 了，给它插在这儿。然后呢，下一步呢，我们就是挂在车厢，用它这个专用的这个挂钩啊，我们给它挂上，看，那么这样子，我们挂在车厢的这么一个车型形态也就出来了啊，而且滚动性，不论是挂车厢还是不挂车厢，滚动性的丝滑度非常的棒啊。好的，那么最后的话呢，再对这款玩具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整体的变形包括载具形态呢，我个人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啊。但是呢，不推荐大家现在去入手，因为这个东西的现在这个价位呢，确实是高的比较离谱啊。这么个玩意儿能卖到570块钱啊，570块钱。我入手的价都是560多块钱拿下来的啊。所以说这款玩具的话呢，真的不便宜，一个 V 级别的玩具卖了将近600块钱的价格。所以说
建议大家再等一等啊。如果确实想玩，你对配色上还没有什么太大要求的，你可以先去找一下它的平替款，就是那款圣诞擎天柱啊，有时候能碰上好价，能400左右就可以拿下，你可以先玩一下那个。如果你确实是喜欢这个黑红配色的，现在这个沃尔沃联名款这个配色的话呢，建议啊还是再等一段时间吧啊。那么好，本期视频的话呢也就到这里了，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